梦想回到亲爱的。杨紫为李现过生日，韩商言却没有回答。杨紫又看了一次李现的生日，这次他把网友们想象成亲爱的，真正触动了粉丝。不过韩商言的艺人李现却没有回答。说实在的，他们的合作确实不多，看来在剧中是必须要重视的。总而言之，杨紫的感情还是值得大家操心的，只是她的性格一般都会让人做梦。然后到了那个时候，又回到了李现的身边。两人是危险节目的 CP， 无意间他们是两个天秤座，一个亲密的伙伴和一个老同事。杨紫的 CP 感确实是强项，邓伦和杨紫最有 CP 感。两人之前去过的场合站在一起是1000年，但那时他们都没有单身。虽然香蜜的创作力很强，但两人的 CP 感肯定也有收获。他们可以是甜蜜的，也可以是残酷的，但他们离家非常近。尽管他们已经知道了很长时间的关系，但他们俩的散发确实是可行的。就在那时，有无数人将他带出去。显然，杨紫最近才分开，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开始另一段关系，这是有道理的，但仍有许多人认真地破坏了他们。有指导关系，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保密关系。邓伦和杨紫的关系让人猜不透，尽管参加过，但杨紫表示他们的联系并不多。如果不是再次参与，杨紫的同伴破败恐怕不会有任何关系。他们最好的见面地点就是互相认识，但他们彼此并不特别熟悉。双方其实有一种隐秘和迷恋的感觉。万一彼此没有头绪，双方就会有一种别扭的距离感，也不会有规律的不言而喻的默契。如果他们彼此了解，那么不确定的环境就会减少。剧中戏外两人都有 CP 感，这无疑是直接的结果，但都不是对方的菜，和他们的前任和前任之类的关系几乎没有关系。在出现一段时间后会变得烦人的那种。所以吃瓜的人都被他们叫了，两个都不叫，相当于对李现有效。参加之前，他是附近的一个同学，和他不熟。事实上，他在2部戏中的 CP 比戏外的更接地气。小小的亲昵比香蜜还感人，他们的真 CP 却比不上杨紫邓伦。这与他们作为兄弟姐妹之间的直接联系有特定的关系，对他们两个质量的推断理解不能延伸到节目之外。李显的散发出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领域，与他同时留在身边，我实在想不出谁能压得住他。然而，当李现和杨紫在一起时，事情就发生了变化。两人的会面和功法基本上都被杨紫给束缚住了。杨紫从剧中软弱的一面转变为剧外的主宰者，极具差异化。这源于杨紫最初以年轻明星的身份出现，被视为老将。李现对杨紫有种先祖卑微的感觉，敬重又有些忐忑，散发出来的神色有些不协调。他们在戏外最有 CP 感的时候是 Marketplace， 当时紫穿绿裙，坐在李现身旁。李现无论坐姿还是眼神都霸道至极，杨紫就坐在他身边，像是霸道总裁和娇妻。然而，他们两个都不是对方的菜。大概老同学之间的联系升华了，成了老朋友。网友们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陪伴。可以看出，杨紫对这段感情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，分外的接触。02对象过于不言自明。带转李宁风波点亮肖战，粉丝反应基本一致。为了把这股火引到肖战身上，整个设计几乎是沉着的。趁着这个异常微妙的时期，来回跳来跳去，那些巨大的黑人在会议期间立即聚集，将个人拖入水中，从公众对粉丝圈的厌恶到20年的愤慨，不一而足。之后通情达理，我们在媒体上待了很长时间，同样的方式、类似的策略、类似的套路已经被使用了很长时间，而且这个噱头总是很棒。最近重追了古装剧梁冠华和张子健的《侦探狄仁杰》，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赞同：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巧合，人们所谓的巧合，无疑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关系。借由来谈当下没有不服从的经历。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，请研究一下李宁冬庄事件是如何如此巧合的。
每个人都成为与肖战打交道的最佳人选。不难发现，徽章并不总是肖战的最佳代言人，还有歌手华晨宇和演员钟楚曦，有无限合作的艺术家。那种套路，何况发烧友不需要参与，吃瓜群众都累了。再纵观整个时间线，9月初通过会徽方式发布的全新产品创意主题，一直到9月中下旬初一21日推出了全系列最近的商品，以及这件服装的版面被指出问题，不过是在发布会前后。外观，特别是在会议的第一天发布，可以说触及大众敏感的因素是非常特别的，而且这种因素对标志产生影响是非常干净的。如果说肖战发了一波物质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讨论，那么肖战在事件改进前后更新了不少李宁物质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发现当时有争议的产品布局，而是选择在会议前后允许该产品争议放大？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谈论产品的出现，我们最好通过现象的方式来谈论它。肖战是最好的代言人，现在已经不是徽章的继承人了。他还可以操纵前端，放弃产品布局和敲定决策。一时间，不知道是神话肖战的企业范围，还是放大代言人的特色，甚至是会徽商品的问世，都必须监督。然而，公众的敏感因素被提出如此过分的动机，同样离不开大量为各个领域博主的帮助。前段时间，全球大规模呼唤迪奥通过文化挪用方式的马面裙事件依然在望。安静的媒体，安静的大 V， 安静的代言人，安静的广告和营销号，总之，能够构成可敬的人是相当安静的，但是他们的力量都很小。的普通人坚持我们的文化自信。李宁事件与肖战没有任何关系，但可以看出，在这一瞬间，他将在偏盖全和刚上线极限的双重潮流下发挥到最好的水平。用网友的感受来获取你需要得到的东西，甚至以毁掉一个徽章为代价。4个月来，这几天一直被热议。肖战新剧《我梦中的大海》的剧本版权已被冻结，这个技术可能与肖战有关。如果不是一直都是肖战的戏，那可就无人问津了。但是，虽然有些事情过去了，回到源头，但麻烦的不是演员。很多人都写过，我可能不会重复。但作为一部剧，没有最好的演员肖战，但还有制片人、编剧、导演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员，台上幕后这么多，怎么可能全都落在肖战的头？最好用一句话来概括，但专家的事情仍然留给专家的人。这并不总是目标市场可能会担心的事情，也并不总是演员可以解决的麻烦。无论是能近距离关注肖战动态的广告营销号，还是吃瓜群众，现在都已经精通那些巧合的玩法了。对于那些现在已经不能用双重时髦来解释了，不计其数，在对方的眼里，千里之外只是对付人类的一种方式。发布会结束后发酵了这个话题，总有一条认识他的底线，但也并非总是如此。经常吃瓜之后，我同意任何人都知道的3个雷区可以让艺人绝对颠覆。从一个过渡国籍的徽章角色开始，肯定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。主要是现在网友们异常情绪化，上进很简单，目标绝对无情毒辣。企业与戏剧相结合，利用舆论利益，这一招绝对是无情毒辣的。不过，肖战并非时刻都处于爆款状态，这绝非防不胜防。发烧友们的反应如重物一般规律。经过2年的几场比赛和全网的深度殴打，肖战丝毫没有受到内部影响，爱好者的心态也很稳定。想起前段时间一个彼得潘的话，他连忙点头表示赞同。一个真正有效的男人或女人，现在不会再花太多时间在徒劳的事情上。所有圈子和资产都是衍生品，最大的生命要素是我很强壮，我自给自足。人品是基石，作品是基础。应该如何通过那些事情的方式来激起一个拥有那种干净知识的粉丝？提问的维度绝对不同，青蛙不能沟通大海，虫子不能沟通冰。看得见老鹰的彼得潘怎么能看到麻雀呢？